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 Hot Toys 前段时间，也不是前段时间了，已经挺久了出货的一款作品。这一款代理版，包括旗舰店的这个补款，都是等了非常久。这次终于它来了，就是来自 Hot Toys 公司出品的格纳库机械格纳库 2.0。之前有个老版本的，这次终于来了一个新版本。之前呢，它也出了一个水晶的格纳库，这次的这个机械格纳库 2.0 究竟感觉怎么样呢？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今天我们就来详细把玩一下。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传统的外包装，非常的长不像我记得之前我水晶的那个包装是比较宽一点的它这个非常长。长方形也非常厚，正面的话可以看到战衣还有格纳库的空头雕，然后本次的这个西装的贝尔也都在上面。背部可以看到格纳库的一些配件，然后厂家的还有一些注意事项。OK， 我们现在就来拆开。可惜它没有一个牛皮纸运输箱纯一个包装。我们来看看里面。而且这一款可以看到，我这个还有点压脚，还没拆的对于合控来说的话，就有点糟糕了。我是无所谓。来，我们来打开看一下。首先打开了以后，内部有一张分绘西装贝尔外加战衣这张纸也有点压合，放旁边。然后里面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就直接是抽出来一个包装了有点沉但我印象当中是没有之前水晶格纳库重，我感觉这个还是比较轻的，但是配件水晶多一点。我们来抽开看一下，整个的这个包装也是比较薄的一个纸不是特别厚。来放到一边。好家伙满满当当，非常多，一共1层2层。首先看看这上面的最上面这一边，来打开。好家伙，非常多的格纳库的配件哇靠，这些配件量非常大然后战衣跟西装的贝尔就在里面。好，然后本次的铁库在这一盒，一共2盒。OK，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西装跟战衣这2个主体拿出来看一下，本次 2.0 究竟做的怎么样。OK， 本次我们战衣跟西服2个主体就已经拿出来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2个的身高实际上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做上去的质感我个人打开了以后呢，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奇怪，看上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西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颗头雕这颗头雕怎么说呢？如果是跟水晶比的话，我个人觉得半斤八两吧，半斤八两，不能说不像
啊，但是总是看上去有点奇怪啊，不，特别是下半部分，特别是嘴巴这个部分，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有点奇怪。然后它可动眼的这个发缝，我们可以看到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晰啊，这个割裂感还是比较明显的。它不是做的前面的一些胶发，如果有些延伸可以遮挡的话，那肯定是更好了。但这个就感觉套了一个小发箍一样，比较可惜。可动眼的话也是背后磁吸啊，低头去给它拿下来，磁吸力度是非常强的。来看一下啊，这个调节的时候尽量啊把头往下低一点啊，不要去蹭到这个西装啊，再给它吸附上去，这一点比较可惜。涂装方面实际上是没什么问题的，包括发型跟眉眼啊，如果你相对来说遮掉这下面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眉眼部分还是可以。涂装方面的话，我们细看一下啊，面部的一些纹理是没有什么毛病的。这嘴巴啊，这里面是啥啊？细看感觉是舌头啊，给我做一个很萌的一个表情。整体这个头雕的话，我个人觉得，在我心目当中啊，还是差一点意思，比较可惜。我第一开始在测评水晶的时候，就更加期待这一次铁库2.0的这个版本啊，结果这个头雕的话，没有达到我个人的预期啊。核膜线的话也是比较明显，可以看到这边，核膜线也是比较明显的。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整个衣服的这个西装的这个版型，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摸上去的质感也是非常舒服。腿部有填充啊，可以看到这个腿型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厚实啊，包括小腿它也是有填充物在里面。我看一下腹部就没有了，手臂也是没有的，整个衣服比较服帖，还可以，但背后看的话稍微略显臃肿了一点啊。鞋部的这个涂装还是非常不错的，很有质感，非常亮。手型稍微有一丢丢的油问题不大。3件套还是非常可以的啊。衬衫领带的这个质感也是可以，胸部的话会有一点点的填充在里面。这个我还是觉得需要去调节一下眼神会稍微好一点吧。出场时候的话还是看上去略显呆滞。纽扣的话要非常当心，不要去弄坏的，这些非常容易掉啊。外套看一下，口袋是封死的，没办法去打开。这边是可以动的。西裤口袋是可以的，然后再看一下里面。手臂的这个形状也是不错，没有螃蟹手。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础可动啊，头部就不用说了，头脖一体，对吧？360度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前抬头低头的幅度就会略显奇怪了。左右侧头还是有一点的，但是每次去动了脖子了以后啊，这个衣服衬衫还是需要重新去打理一下。然后手臂可动，在穿上外套的情况下呢，也还不错，基础的可动还是有的，前举手也是有，手肘部分但是弯曲的话呢会暴露关节这个你得稍微打理一下，可以折到这样的一个角度，但是褶皱折痕会比较明显，往后摆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好，然后看一下胸腰可动毕竟水晶的那个贝尔，它几乎是一个小雕像了。这个的话，看一下胸腰可动能怎么样？哎呦，首先往下幅度很小一丢丢，往后几乎是没有了，侧腰也没有，左右一点点不大中段的这个可动也是稍微差了一点意思。腿部齿轮关节90度没什么问题，屈膝来看一下，也做得不错，而且关节不会暴露，这个袜子可以挡住，还是可以的。
劈叉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后期啊一点点幅度不大，关节非常紧啊，这个齿轮关节很舒服。脚面我们来看一下，左右前后幅度都还可以，关节也是比较紧的，所以你拿出来的时候啊，不装地台，哎，你也能站得住，没什么问题啊。这脖子稍微有点前倾，如果你这样抬的话呢，需要调节一下眼睛，不然的话也就感觉它一直在往上看啊，头有点抬。这是脖头一体的一个通病吧，我个人觉得啊，脖头一体的这种头雕一般都会，如果摆正了，都会稍微有一点点脖子前倾的这种感觉啊。外套的袖扣啊，也要当心不要去掉了，这些都是啊容易损坏的一些配件。看一下衬衫，也是袖扣也有表现出来。看一下这小背心的话，带子也是没有开口的。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战衣啊。这个战衣呢，怎么说呢？我也是觉得它的，首先我们把头雕拿下来啊，也是一个磁吸的头雕啊，跟之前的 DX19啊，其他的一些版本都是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啊，眼神啊，也是有一些些的呆滞，没有那么凶悍。嘴型啊挺润啊，特别是这个嘴唇啊，像涂了一个润唇膏一样。头盔上没有任何战损，很干净。脚的话，这两个蝙蝠脚要当心啊，千万不要去弄坏了，而且非常扎手。可动眼调节在这里面啊，这个也是啊，眼睛非常的松，轻轻的一碰啊，它眼球就动了。不知道其他的啊一些有没有这个通病。好，然后我们详细来看一下战衣的细节。首先这脖子可以看到啊，出厂的时候这里就亮亮的，我不知道是啊，出厂的时候工人测试去站头雕的时候蹭到了还是什么，有一些。战衣胸部跟腰部刻画还是老样子，没有很多的这种改变。小臂甲这边非常的尖锐啊，你就是如果轻轻这样一拉，皮包破了，所以要当心一点。手套非常亮啊，跟整个战衣出现了这个鲜明的对比啊，非常亮。包括内部这个涂装都是非常亮的，比较奇怪啊。腰部、腰带是有一点可动的，这个应该是可以取下来，我感觉啊，这个还是要看一下说明书。好，然后看一下腿部，腿部这个我的这个比较奇怪啊，可以看到它的右脚啊，膝盖这里啊是往外开啊，我感觉看上去有点奇怪，应该是比较正的吧，它这个有点太歪了，我刚出厂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个膝盖感觉长歪了，稍微去捏一下，把它回来。可动的话啊也是比较差的。然后我们看一下鞋面啊，因为这个靴子是分体的，所以可动还是可以的。这一块啊，包括整个的这个战衣外皮，因为它没有任何战损，所以把玩的时候当心不要去刮花它，很容易有这个痕迹啊。你轻轻如果用指甲轻轻的一掰，很容易有痕迹，然后折痕也会比较明显，特别是腿部你去摆一些造型的话。螃蟹手也是没有的，整个身形还是做的挺不错，背部也还可以啊。这屁股这里这一条感觉像蹭了一样，也是亮的。这个就是如果你把玩过度啊，或者是汗手，很容易把这个皮啊会蹭掉一点。蝙蝠腰带啊，跟之前版本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可动，头部就不用说了，对吧？360度本来就没有任何问题，本来就是磁吸的。往前的话呢，幅度就几乎没有了，需要脖子稍微往前倾一点点，大概这样的一个角度。往后啊，几乎是没有了。如果你硬抬的话，比较奇怪。左右侧头啊，几乎是没有。好，然后我们看一下手臂，披风也是有的，只是我没拿出来，这是配件展示的时候再看。然后手臂差不多抬到这样的一个角度。再往上的话会有一定的回弹，
啊，然后往前打完的时候尽量抬这里，不要去捏到这个小臂夹啊，90度都不到。手肘部分也只能照90度，不能再多了。往后摆也有一定的幅度，大臂也有一定的旋转空间。胸腰呢，那肯定是没有了，它这个一体的这个胶衣非常硬啊，可以看看没角度的啊。玩过之前其他版本 1.0 也好，水晶格纳库也好，都知道啊，没有什么可动。好，然后腿部劈叉一点点，前踢也是一个齿轮关节，2档、3档、4档，4档差不多。在网上可以看到啊，明显的回弹。后踢几乎没有，屈膝，哎，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脚左右前后，左右的幅度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关节也是比较紧的，所以站立性没有什么问题，摆一些小造型啊都是可以的。手部这个关节几乎不会暴露，它这里多做了一个这个啊，去遮挡球形关节，这一点还是不错的。啊，整个战衣就差不多到这里了。这一块啊，这次做的还是挺不错的。我记得之前的版本啊，我看一下啊，我有没有记错啊？应该也是啊，还是一样啊，这里还是会搓出来，还可以。OK， 主体方面就差不多讲到这里了。这2款主体在开定的时候，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的，因为我当时没有买过 1.0 啊 ，1.0 出来的时候我都没入坑啊，所以非常期待 2.0 的这个产品的发售啊。然后这次拿到了以后呢，感觉啊，真人西装的贝尔啊，稍微差了一点意思。OK，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它众多的配件。配件方面还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我个人觉得这一款还是买铁裤啊送人偶的这个感觉。OK，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它众多的配件，一一介绍一下。OK， 以上这些呢就是本次机械格纳库的所有配件了啊，实际上它也可以叫军械格纳库啊。东西非常多，我从包装盒里面拆出来，一直放到桌面上，都搞了老半天啊！还有这个巨大的铁库，做的非常不错，我刚刚有稍微玩了一下啊。这配件老费劲了，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首先说明书，当然这个是必看的啊，它依然是展开式的。这一点的话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如果书本是翻阅的话会比较方便一点，展开的话太大了。正面跟背面。啊，背面的话就是一个造型。好，我们来翻开看一下啊。首先第一页啊，就是这个军械库，它有个底座安装，然后军械库的展开的一些方式啊，它都有标志的很清楚。然后这边是安装这个战衣啊，到这个格纳库的一个方式啊，还得把鞋子给拆了啊，还是比较繁琐的啊。下面会有中文的这个标注。严格的按照它的说明书上来操作，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比较耗时，对吧？好，然后接下来这一边就是武器库的这个一。首先，在你没有把盒子打开来的情况下啊，就是没有把它拆出来，它在这个包装盒里面就已经给你分好了 A B C D E F G 啊这一些所有的这个版面，哪些是装在哪边的啊，这边也可以看得到。如果你没有拿说明书啊，直接把它像我一样展开的话，也没问题，按照它这个图来一点点安装也是可以的。好，然后到了这下方的一些武器收纳啊，也是有给你标注出来所有的位置啊，实际上看图也能看得清楚啊，大致是哪些东西放进去啊，都是没问题的。好，接下来再下一页啊，侧边两边的这个挂钩啊，去挂这些武器配件啊，直接勾上去。到了这里就是一个供电方式，包括一个遥控器。这个遥控器呢，在水晶格纳库里面也是有一样的一个设计啊，这样比较方便。好，下方就是这个展示，发光点位的这个展示啊，这个还是非常帅的。我个人啊还是比较喜欢铁库的，相较于水晶库的话。好，然后反面就是主体的一些配置了。首先可以看到啊，头雕可动眼的一个安装方式啊，然后手表安装方式，真人头替换
好，然后披风安装啊，披风安装的话依然是跟以前的这个版本一样啊，挂钩勾进去。好，然后下方啊，这个发射器的一个安装方式跟可动啊配合的手型，然后这边也可以去挂载在你的腰带上。最后下方啊，去换这个战衣的空头雕。好，然后手型的一个替换跟脚部啊，这些都是有单独的一个配件，因为你要去把战衣挂在格纳库里面的话，就要按照它这个说明书来操作了。OK， 说明书就是这么一些东西，还是非常多的啊。哦，然后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了。首先啊，里面遥控器的这个电池，遥控器上也是有一个蝙蝠标，这个我们稍后跟格纳库一起来看。然后这边先从下方一个头雕的眼球控制器啊，然后这边是挂钩，这些挂钩呢就是去挂这些武器配件，去挂在格纳库的这个左右两侧啊。然后手型的这个补件啊，包括西装、包括战衣都有给到，这还是可以的。这边也是一个挂钩，让我们放一边。然后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手型吧，战衣的手型啊，首先一个开掌手啊，也是漆面跟主体手上的那一个都是一样的，都是比较亮的啊。然后一个握持手，这一对握拳，好，这边也是握持武器的，包括这个应该是握持蝙蝠标的手型。非常可惜，它没有给到这个西装的裸手的一个替换手啊。西装的手的话非常可惜，只有这出厂的2个啊，我包装里面也没看到，应该是没有的啊。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西装的一个地台，非常普通啊，经典时尚小地台，配上一个常规拖裆支架。啊，然后就来看一下这下方的一些配件了啊，非常多。首先呢，这些小配件啊，刚刚看说明书应该也看到了，就是把手型跟脚啊去拆下来以后，用这些去替换上去，才能去放进格纳库里面。好，然后一个空头雕啊，没什么可动，涂装也没有中奖啊，没什么问题。好，然后这一个脖子的软胶的一个连接器啊，去安插真人头雕的时候用的。啊，然后这2个也是去替换在战衣上的配件。好，这个小配件一个腕表，我们来凑近距离看一下啊。涂装还可以啊，刻字都有。也是一个软胶材质啊，只是不能太精细的看啊，还是可以的。皮带的这个纹理也是有刻画出来。OK，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看过的咱们先放一边，这里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啊。首先从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有很多的小的弹药啊，这些千万别掉了。首先第一它是塑料，第二它真的非常小，很容易掉啊，给的非常多。这边上面是应该是配对的啊，我来看一下，1、2、3、4、5、6、7、8、9、10、11、12，一共12颗最小的弹药啊。我们拿一个来看一下涂装啊。这种小的有核膜线没什么问题，反正也只是放在格纳库里面，所以无所谓，对吧？好，然后这把是真的给的多啊，配件非常多，而且它有磁吸啊，一共给了1、2、3、4，包括这一个5个，这几把应该是直接是挂在上面的，但是也会有一些可动啊，这一点还是不错的，不是给你做了完全一个硬胶或者软胶啊，完全不可动，只是挂在上面，对吧？这一点 HT 还是挺用心的，给的
可玩性还是有的。这4把都是一样啊，都是有同样的可动，也是一个磁吸，然后去通过挂钩去挂在格纳库上面。好，然后到这里2个腰带啊，这2个腰带的话呢，都是一样的啊，只是为了呈现在这个格纳库里面。这里基本上是贝尔所有的配件都在里面啊。好，然后顶部这里4个爪钩啊，我们单独拿1个就行了，一共给到4个，这几个应该是可以挂进这个里面的吧？我看一下，哎，对，是可以安插进去的，而不是只是一个小摆件。啊，再往下方，这里有5个，哎，可以看一下啊，有5个。这个是啥来着？我一下子忘了啊。像那个武器上的备用弹夹一样的一个东西，一共给到了5个，涂装都是一样。好，再往下方这边又是2个腰带上的配件，包括这2个比较粗的啊，这2个应该也是2颗弹药，像手榴弹一样的东西。因为很多配件我真的是完全不记得了，给的实在是太多啊。然后蝙蝠镖这里有做了1、2、3、4个啊，叠在一起，也是放在格纳库里面。然后这2个是单独的，这2个而且是可以去给它取下来的，但取下来的时候当心，因为它是一个塑料件，不要硬掰，正面反面也别弄错，这样给它抠进去。都是左边，而不是左右2个可以合在一起的啊，都是一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2把钩爪枪啊，钩爪枪一共给了3把。首先这2把涂装都是一样的，然后这里拿下来可以单独握持在手上，然后挂在这上面了以后啊，通过这个配件可以去放进格纳库里面啊，一共3把啊，这个也可以去安装上去。好，然后这边一个钩爪啊，虽然说这里是没办法去展开的，但是它这个涂装还是挺精细的，一根根都能看得清楚。开模这2边比较尖锐，把玩的时候要当心。然后再到上方双节棍，这个链条啊，不是软胶也不是硬胶，是真实的这个小铁链一样的一个设计啊，也可以拿在手上，也可以放在格纳库里面，这还不错啊。下方4个弹药啊，也是一个塑料件啊，但是涂装还是不错的，核膜线会比较明显，我们一笔带过啊。再到这里，上方这一把啊，是直接展开了以后的这个武器，也可以去拿在手上。涂装方面依然是这边会有一个红色的一个透明件啊，做的还是可以，这放一边。接下来这边会有6根啊，这应该是箭矢啊。来看一下涂装都还不错，开模也是比较尖锐，但是比较薄啊，把玩的时候当心不要去折断。一共给了6根，也是放在格纳库里面的。好，又是一个弹药，不能取下来，但是涂装做的非常精细，开模很尖锐。好，到了下方又是，我靠，这个开模是非常尖啊，比之前这些都还要尖锐，可以把皮给挂出来了，把玩的时候也要当心，但也可以去拿在主体的手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好，这边我们也看完了啊，然后啊，这些东西啊，小的配件啊，如果你手上有静电的话，很容易被包装拿出来的时候，很容易被包装吸附到啊。就是我刚刚去把它从包装盒里面拿出来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所以非常容易掉啊，把玩手当心。然后到了这边啊，又是这么多。首先来看一下这顶部的，又是一圈弹药啊，3个细的，
啊，这应该是也是一个手雷一样的一个装置的，涂装做的挺精细，特别是这个头部还可以，一共给了4个。啊，然后这又是一个刚刚粗犷的弹药，因为我刚刚拿出来的时候就整体的划分了一下，没有把它摆在一起。好，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是一个腰带上的一些配件啊，非常非常多，这些都是在主体的腰带上也会有这些配件，纯就是展示在格纳库里面的。我们可以看这里一对，这边有1、2、3、4、5、6、7、8、9、10、11、12、13、14、15个啊，非常多啊。涂装方面都是一样，保持跟腰带上的这个涂装一致，没有其他的一些可动性，但做的还是可以。这些我们就不看了啊，一笔带过。啊，没办法去挂载在你的这个腰带上啊，只能放在格纳库里面。好，然后到这边，啊，又是一个小配件，开模也是非常锐啊，可以看到我刚刚这边啊去刮了一下，印子都没消，啊，再来刮一下，啊，所以把玩的时候真的不要去戳到啊，见血就不好了。好，然后到了这边又是几个弹药，也是比较小的。那我们拿在手上展示一下，也是啊，1、2、3、4、5、6个，这种比较小的配件啊，把玩的时候最好不要离开桌面，真的很容易掉。好，然后到了这一个应该是嘴部的一个呼吸器啊，我没记错的话，啊，做的也还可以，但是没办法叼在嘴上啊。好，然后4颗，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4颗雷啊。也是塑料件，可以拿在主体手上，没什么问题。啊，然后这边几个又是腰带上的一些配件，啊，这几颗都是，啊，太多了，真的是啊，这几颗。然后到了这边，又是一个小配件。它这些配件虽然说只能放在格纳库里面，但是每一个细节都做得非常的不错。好，到了下方就是几个蝙蝠镖啊，给到了大、中、小3个啊，最小的有那么小啊，这几个是非常小的啊，没有大中小，直接只有大跟小2个，这边是4个，这边是3个，全都是塑料件，开模也是很尖锐啊，把玩的时候当心。好，基本上啊，这些格纳库的配件我们就差不多全部展示到这里了。你看，随便一拿，零零碎碎都那么多，而且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不小心被衣服勾一下，这些东西掉在地上的话，很容易找不到，所以依然是要当心一点啊。然后最后，格纳库除外的话，就还剩下这一件披风啊，这件披风我还没拿出来看过啊，我看一下垂感怎么样啊？我们来看看，哎，摸上去比较厚啊。哦，这确实比较厚，而且很重。我看一下，是没有任何造型铁丝的，就是一个垂感的一个披风。啊，因为它比较厚重，所以垂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比较偏厚啊。到时候放在主体上，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的质感，摸上去还是挺舒服的，这个布料还不错。好，配件就差不多是这样一些东西了。现在啊，我们就还剩下一个重头戏，我个人认为的这个主体格纳库，我们来看一下。当然，我先要把这些配件全部安装上格纳库以后，让大家一次性的看一下整体的效果啊究竟如何。好了，兄弟们，经过将近1个小时的奋战啊，我终于把所有的配件全部安装上去了。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装完了以后的这个效果啊。战衣也已经装上了，我们慢慢把镜头啊一点点的拉。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顶部这一块，它的这个质感，包括涂装，我都觉得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摸上去也有很多这种磨砂的这种颗粒感啊。射灯啊也是很还原电影当中的感觉，遥控器去按一下它就能点亮。哎，
亮度啊还行。那我现在是开的一些灯光的，所以看上去没有那么明亮。如果是在全暗的情况下啊，它会更加的闪亮。然后看一下整个的战衣装上去以后，这个细节，腰带有点歪啊，我没调整，整个感觉非常不错。我个人觉得这一款的话，如果跟咱们的水晶格纳库来比的话，我个人还是更喜欢这个，展开的地方也非常多。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下方这里，一共三个啊置物架，底部这一个是没办法去动的，是固定在上面的。然后这2个都是有调节的范围，折起来以后就是这个样子啊。当然你也可以，这样旋转也可以，没有任何问题。虽然说它是一个塑料的一个板件啊，但是牢固度还是可以的。就是你在旋转的时候啊，不要太用力啊，毕竟它比较薄，对吧？可以拉伸出来，这一串也可以拉伸出来。看到了吧？里面的这一个脚跟鞋子，鞋子是单独的给它拆下来以后，里面还有个连接件啊，给它套上去装上，然后去站在上面就可以了。它没有其他固定的一个地方，就纯站上去啊。然后底部这一块就是地台的一个设计啊，整个格纳库安装在上面。所以它的尺寸啊，就会比一般的都会大一点点啊。比水晶格纳库的话，我感觉是应该是大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啊，长度，如果给它门都展开的情况下啊，大概在31、32的话会比较保险一点啊。深度我们来看一下啊，深度的话大概从这里开始吧。深度的话在21啊，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角度。高度来看一下，高度的话在38、39，这些尺寸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2面直接是用小挂钩给挂上去的。说实话，这个小挂钩还挺难挂它还剩下2个。这2个小挂钩要通过这几个网穿过去才能勾住。本来这个网比较密所以勾上去的时候比较麻烦一点但整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且这些位置你想放哪里，实际上都是没有问题的，看自己的这个 DIY， 对吧？不一定要安装这个说明书来。然后可以看到这里细节的一点格纳库里面的这些污渍涂装都给你做出来了，而不是说给你只有一个纯黑，对吧？都是使用过的痕迹。可以说包括下面的这些置物架，这里也是有一些做旧使用过的这个磨损痕迹，非常不错。然后到了顶部这里，夹在这个战衣的这2个钩子挂钩，全都是合金应该是铝合金材料不是一个塑料的，所以没什么问题。整体感觉还是非常不错，就是安装起来确实挺麻烦，而且这些背后这些东西，到时候如果你想要回合再把它抠出来，还是比较麻烦的。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展开结构。先从侧面，正面的话呢是这个样子，咱们给它扣上，有个磁吸的一个卡扣，扣完了以后就是整体就是这种感觉。然后看一下背面，背面的话呢，下方就是它的这个安插 Type-C 接口的一个供电方式，你可以插插座，也可以插充电宝，都没问题。背部可以看到整个背部的格纳库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做旧痕迹在里面的，包括这边顶部都是有的。然后背后也可以去展开展开的时候当心，因为里面的东西不是固定的很死展开的时候当心，也是一个磁吸，顶部有个磁吸的一个结构，给它拉开拉开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面展开的这个幅度也是非常大跟正面一样。展开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详细的一些配件都挂在这里没有办法2次展开的，就只有这个样子。好，我们镜头来拉近看一下，挺严丝合缝的再来看一下这一边，
做的真的非常漂亮啊！像 HT 实际上完全可以，对吧？稍微给你做一点配件，这些呢完全用塑料给印上去，不用你一个一个去安插，这样也是可以的。但是缺少了一些趣味性跟立体性。像现在所有的配件一点点自己安装上去，首先呢，对吧？可玩度会比较高啊。第二，看上去也会更加的舒服啊。整个背部展开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啊。鞋子在这里，然后这2个就是专门固定战衣底座的一个地方啊。包括可以看到整个地面也是做了一些污渍处理，非常的不错啊。然后我们再转回正面。哎，我们去把正面也再展开，啊，整个展开以后就这个效果。你也可以选择后面去，对吧？稍微的开一点点，哎，这样也行，也很舒服。啊，整个战衣，我觉得还是这个样子呈现比较好。如果放真人头或者其他的，我觉得效果应该一般啊。然后我们再来打开灯光。底部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亮灯结构的，但实际上这几盏灯已经够亮了，可以了，整体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再搭配上，比较憨憨的贝尔吧，对吧？这个还是要调节一下眼神跟角度，这样的话看着就更舒服。整体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而且这些东西拿取起来虽然说会比较麻烦啊，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小镊子的话，啊，拿下来还是可以的啊。就比如说这些地方啊。下方我是没有把它按得非常紧啊，所以拿取会比较方便，因为我要回合啊，整个展开在啊，非常舒服了。我个人感觉这一款格纳库 2.0 的话啊，如果我个人推荐啊，水晶库或者是铁库这2个选一个的话，毫不犹豫我会选择这一款啊。当然你手头比较宽裕的2款都入，那肯定效果更好，对吧？放在展示柜里面，感觉更加壮观。OK， 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不忘在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 本期机械格纳库 2.0 的开箱把玩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非常不错的一款作品啊。抛开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现在我看二级市场很多人就是把这个西服给卖了，啊，这是比较可惜的一点。这一款作品实际上 HT 做出来也是花了很多心思的，但是现在很多玩家呢都是不怎么买账啊。我记得700、800就已经把这个西服的套装给卖掉了，包括它的地台、手型还有其他的配件啊，700、800就可以卖掉了，真的是非常可惜。但是我个人也是觉得这一款格纳库就是买格纳库送贝尔这样的一个产品。OK，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